大家好，本期节目呢为您带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的访谈内容，原文较长，我们进行了精简和整理，以节省您的时间。如需查看原文链接在评论区。我首先简要介绍这个竞赛吧。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呢，是一项年度赛事，旨在展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精神，以及在这种压力下编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经过50多年的发展呢，它就已成为这种最具影响力的这种大学生计算机竞赛。这个比赛的历史呢，可以上溯到1970年，当时在美国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举办了首届比赛，作为一种全新的发现和培养计算机科学顶尖学生的方式。竞赛呢，很快就得到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学的积极响应。1977年呢，在 ACM 计算机科学会议期间呢，举办了首次总决赛，并演变成为1年1届的这个多国参与的这个国际性比赛。最初几届比赛的参赛队伍呢，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内的竞赛，特别是自1997年 IBM 开始赞助这个赛事之后呢，这个赛事规模呢增长迅速。1997年呢，总共有来自560所大学的840支队伍参加比赛，而到了2004年呢，这一数字呢就迅速增加到840所大学的4109支队伍，每年呢10%到20%的这个速度呢在增长。最近一届比赛获得了华为的赞助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2024年10月14日。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与竞赛的主席教练和获奖选手进行了座谈。好，那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任正非先生是如何介绍华为的。任先生说，华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呢是英语。华为呢在罗马尼亚呢设立了英语区技术中心，在墨西哥呢设立了西班牙语区中心，在埃及呢设立了阿拉伯语区中心。通过全球化服务呢，解决不同国家客户的这个沟通问题。他说，华为在中国、罗马尼亚、墨西哥有3个时差结算中心。最早的结算中心呢设在阿根廷，因为成本低嘛，然后网络化大节省了这个交通和沟通成本。华为推行全球化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在这个法律复杂的这个巴西。他提到华为在法国有2个数学研究所，一个呢就是研究拍照技术，主要涉及数学而非仅仅物理学另一个呢是拉格朗日数学中心，有菲尔兹奖获得者在此工作或合作那研究未来10到20年可能就出现的计算问题。至于华为这个产品的美观设计呢，则有法国和意大利的这个美学研究所参与其中。那关于华为的未来呢，他坦言就是说，现在还不能确定华为能否生存下来。中国99%的公司可以与美国合作，没有受到制裁，拥有更高的芯片算力和更好的资源。那在这样的条件下呢，华为未来几年能否生存，其实还是个问题。那他就强调呢，其实华为并没有什么伟大梦想，而是仍在挣扎中。那他们的内部讨论呢，与对外交流完全不同。在谈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时，任先生指出从当前世界发展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来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既有利于社会，也给社会带来压力。他认为这个世界走向人工智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比如说芯片算力等各种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智能时代的到来。这就像英国发明火车纺织机械轮船一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点。那现在呢，这个转折点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他举例说，如果你有机会参观中国的天津港的话，就会发现从装船运输堆垛到通关，在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那在钢铁行业呢，过去炼钢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现在炼钢炉前和轧钢机前都没有什么人。以前呢，就需要舀出钢水来检验成分，现在戴上特殊眼镜就能判断钢水是否合格。即使在几百米深的地下煤炭开采呢，
他还举了一个华为维修基站的例子，比如说在偏远乡村，基站工程师戴着智能眼镜安装设备，就可以看到电缆连接指引，然后安装完成后呢，工程师拍照发送到罗马尼亚技术中心，然后专家通过智能系统检查安装是否正确，然后加载软件，然后就是这样，大概几千公里外的基站就能开通了。他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对人力的需求会降低，但创造的总财富会增加，可以养活被裁掉的人。那被裁掉的人呢，可能就是不工作但拿少量钱，而工作的人呢，就拿更多钱。由于技术进步，社会总价值在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他就强调任何国家只有在总财富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那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技术问题。那在谈到如何短期内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时呢，他就认为这是国家要求就业与企业要求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他强调呢，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应由企业来担忧。那企业呢，关注的是如何让技术促进社会进步，而这个社会平衡问题呢，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关于创业，其实任先生说创业并不好玩，通常是因为没有什么其他出路才真的去创业。他回忆说，他觉得创业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折点。他也从军队转业成为普通公民。当时呢，他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不知道如何赚钱。那即使打工呢，也需要适应市场经济。他以为呢，这个市场经济呢就会提供很多机会。他强调他创业并不是出于什么远大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有饭吃。那这个时候呢，他是被生活所迫，无怨无悔，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甚至不能谈及梦想。那他还提到如果当时有机会当个小官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创业了。他就告诉年轻人，如果想创业的话，就要为了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即使沦为乞丐也在所不惜。他举例说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在创业初期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曾经几乎陷入绝境但最终呢，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那关于全球化的问题呢，任先生首先用一个例子强调了信息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他就提到当年欧洲发明了火车轮船，使得欧洲的发展速度加快。而那时的中国呢，还在用牛车慢慢行进，甚至没有完整的公路网。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工业时代领先中国几百年，但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呢，地球就变得更小了。任先生引用了一位企业家的话，就说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村民可以一起喝咖啡，共同吸收宇宙能量。不过呢，他指出现在我们可能相隔万里，通过远程方式共享咖啡时光，然后各自在屏幕前喝一杯。但这个宇宙能量呢，仍然能进入每个人的头脑，人们呢也能结识这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他强调呢，如今的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呢，也标志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任先生指出，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纷争，但这个理论是公开的，因为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有国界的呢是工程与技术。那在工程与技术方面呢，企业可能会保密。他举例说，德国高铁的刹车片技术就没有公开的论文或专利。那中国如果需要购买刹车片的话，就必须把旧的寄到德国，那德国才会卖新的给中国。任先生提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其实得益于其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那在过去200多年里呢，美国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这就归功于其开放性和这个包容性。全球人才都感觉到美国创新带来了文化、社会和科技的多元化，创造了伟大的美国。他认为美国为全世界的国家和公司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必须保持开放，否则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落后关于全球化过程中文明的这个碰撞与冲突问题任先生首先指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共同之处。他说，中华文明最初是保守的，正是这种保守性使它能够延续5000年。但他强调如果这种保守不被打破，
那就无法产生新的能量。因此呢，邓小平推行这个改革开放政策，就引入外部能量。他指出外资进入后中国呢，迅速学习和适应。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应该产生价值的火花。他举例说，西方发明的火车轮船被中国采用后促进了进步。他建议人们呢体验中国的高铁感受其快速发展这种进步呢就源于世界文明的影响。他还提到最近与妻子去贵州看桥的经历，就指出世界10座最高的桥梁中有6座在贵州，然后贵州的高桥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呢，将贵州复杂的地貌连接起来，转变为高架上的这个富饶平地。他就强调文明之间的碰撞不应该是谁征服谁，而应该是互相学习，共同创造新的价值，各国在自己的边界内创造幸福的生活环境。他指出100年前由于国家边界尚未完全界定，矛盾冲突较多，但现在呢，国家边界已经固定文明不应产生冲突，而应共同创造新的价值。他认为在这个联合国制度下各国法律边界明确后文明就应该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通过战。他总结到，世界各种文明应该共同创造价值，而不是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他认为这个没有这个必要。那每个国家呢，应该创造自己的文明，用货币作为桥梁进行等价交换。他指出呢，通过这个世界自由贸易和相互开放呢，这个世界文明呢正在逐渐融合。总的来说呢，从这次对话来看呢，任先生这种宽广的全球视野、坦诚的态度及居安思危的这种危机意识，可以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对的，特别是虽然华为被美国政府制裁，但是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对于美国开放和包容这样一种氛围的赞赏和认可这一点让我觉得影响非常深刻好，那朋友们，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更多意见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什么点赞、转发、加关注哦，拜拜。